现在到了梵高的那个博物馆，我们现在这里都用导览。这边呢，这个梵高的博物馆呢有扩建，这里是他的，很幸运，昨天才开门，昨天才开始，我们今天就到了。他原本预计下个月才开呢。可以看到向日葵喽。它有国文。对呀，还有这个中文的那个梵高的杰作哈。你喜欢艺术吗？你喜欢绘画吗？你喜欢美术吗？你喜欢梵谷吗？或梵高也可以啊，反正他那个名称都是翻译的名称啊。你知道这里是纽南的梵谷村。在纽南的期间，梵谷常用的色系是昏暗的大地色调，尤其是很爱深褐色。那不见任何在他后来的知名画当中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后来开起来展示他的画作的。鲜明生动的画风，也许是我们对梵谷他画作的感受，对吧？但是为什么他的画作这么受欢迎？我觉得有可能是他的色彩，也有可能他的画比较容易懂，所以梵谷的画作就比较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很多人的接受。他待在纽南的2年间，他完成了多幅的绘画跟水彩画，还有200多幅的油画哦。这个可以用中文讲解，按照每个地方，像这里你们知道梵高的这个家族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转成橙色就可以有讲解出来了。欧洲国家的民族性啊，他们对于艺术有很强烈的坚持，对于保存艺术品呢，更是呢非常的重视啊。那你就知道荷兰人他有多重视梵谷。你来到荷兰，你就会发现啊，连银行发行的卡片都是梵谷的自画像啊。那包含在荷兰，只要有梵谷留下的地方，故居啦、画室啦等等，他住过的地方啊，全部呢都要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来到了小镇纽南，就有一个梵谷村新开的，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一个纽南梵谷村。而且在梵谷的画作当中，你可以看得到梵谷他的画作当中用的非常多的向日葵。其实梵谷呢，他也是到处旅行，到处画画。你想想看啊，旅行这件事啊，几千年来都没有改变过。每个人都爱旅行啊。艺术创作者，不管你的个人的资产高不高，不管你念的书多不多，受的教育高或者是低，玩这件事啊，好像每一个人都喜欢，你不觉得吗？因为玩真的就可以让人呢增加很多的快乐，然后呢，可以让人他的想法比较正面，也比较积极。我们说到了梵谷，他以前前往南法的时候，他们呢在当时就看到了很多的向日葵。那当时呢，梵谷就将这些向日葵呢插在陶瓶里面，而用了6天创作出4幅的向日葵，并把这些向日葵拿来装饰当时他的朋友高更的房间，要用热情的向日葵来迎接高更。对梵谷而言，向日葵是友谊最好的象征，它象征了明亮又温暖。而 Van Gogh 他有一幅画很著名啊，就让我们全体的团员来演绎它，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吃马铃薯的人。你知道吃马铃薯的人这一幅画是 Van Gogh 他在1885年返回他自己的住家，在鲁能的期间所绘画的哦。你知道他画这个的时候已经是32岁了，这是梵谷的第一张被认为是真正展露绘画才能的作品。你觉得32岁没什么？怎么会？梵谷在37岁就死掉了，所以你知道他在32岁画出这一幅作品的时候，在当时很多周遭人的眼中根本是个笑话啊，他百般不愿意。但是呢，当时梵谷的生活跟行为举止已经有一点让人家看不太下去的荒唐啊。
反骨的父亲去世的时候，身边的亲戚都认为他极可能是被这个不成才的儿子所活活的气死的。所以你知道，甚至呢，很多人怀疑这个儿子会不会上帝对他惩罚。所以在传记里面曾经读到一段让人感到同情的是，往往不是身为主角的反骨而是身边那些被 Van Gogh 失常言语和行为所折磨的家人跟朋友我们今天来谈反骨，我们总喜欢将他形容成天使般的角色，还有人说他是上帝的化身那被钉在精神病的十字架上，代替全体的人类赎罪，对吧？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反骨。19世纪中期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 Van Gogh 反骨，他在那个时代是算有念书的，有接受教育的，他语言能力不错，有法语、德语、英语的天分表现那他念书没有念很久之后呢，就中断了学业并且之后呢，到了一家艺术交易商公司工作见习。所以他经历了一些短暂的工作生涯之后，他就变成了传教士。那当时他传教的对象是贫困的采矿工人，一直到了大约在27岁左右，他才开始了他的画家生涯。然而在他生前最后的10年当中，他创造出多少作品？非常多，2100幅那里面包括了870幅的油画。所以呢，反骨早期用灰暗色系进行创作，一直到他在哪里？巴黎南法等等遇见了热情的印象派、新印象派，所以这个时候反骨的画作就有大幅度的跳脱出来创造出鲜艳的色彩跟他的画风，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他独特的个人画风。尤其是反骨在南法的那一段时间他的那个画作已经很成熟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呢，多半是他最后生前的2年所创作的。所以说起来，这么多的创作，却只有最后2年比较让人家知道也是蛮可惜的。那这当中其实反骨的作品也是乏人问津所以艺术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看得懂吗？还是看不懂呢？你看现在的东西也许没什么，你怎么知道将来有时候会被发现它的伟大呢？因为有时候艺术总是走在最前端不一定可以跟得上现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也许人们会在很久了以后才会发现它的重要性对吧？所以我说艺术是很难学的，也是呢很难懂的，但是懂它的人呢就会惺惺相惜。反骨最后的几年当中呢，他就深陷在精神疾病跟贫困当中，所以他在37岁那一年自杀了。而在反骨的人生过程当中，其实对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核心人物，他弟弟他一直给他很强烈的经济资助画家通常是穷困潦倒的，但再怎么穷困潦倒，也要饭吃嘛，也要一点经济嘛。他的弟弟就是他最大的帮助。这种兄弟情怀其实非常的难得，愿意资助你、帮助你，还愿意认同你。就像我当时在做旅游节目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支持我的人不多周遭朋友几乎没有半个亲人呢也看不懂看不懂当然也就不会支持所以你知道坚持自己的梦想有多重要这一路走来我自己也是点滴在心头非常清楚知道。而且当你有朝一日有一点点成绩的时候，还会遭受到很多的批评跟攻击无论如何没关系反正人们因为有梦想而伟大嘛。我就是当然了，如果我有很强大的经济支柱那更好咯。虽然我没有，但是我有很强大的爱支持的我，那这样对我来讲就很足够了真的，因为心中有爱你看很多的事情就不会有仇恨人生已经很辛苦了，我常常看到很多人过着这么辛苦的人生还很多事情动不动就 keep put 很生气真是气死自己也没有人会同情你，是吧？所以心中有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这样当传过去哈。传过去了，传来了，传过去了。关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过去了。啦，关闸门了。好，我们坐船了，坐船了。我们在哪里呀？羊角村啊。Hello. Morning. 来，先坐好了，坐好了。My name is Stan, and I will guide you the next hour. I will tell something about the village,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just ask them.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几个地方，一直在我心目当中都觉得它是被轻忽的地方。这些国家真的有它很特别、很美的地方啊！总是很多人都认为欧洲一定要大景点啊，才有可看性。但我更喜欢的是欧洲某一些无人知道的小镇，但是在当地很有名，甚至是一些秘境啊。甚至是一些比较少人去的地方，那些地方可以让我看到最原始的那一面，而且也少了很多的观光客啊，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些地方。现在我们来到了是在这几年来变得很有名的羊角村，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沿路的风景。这几年来，羊角村已经变成了荷兰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了。小桥流水人家是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地方给予它的称呼，但也真的很棒啊！离开了大城市之外呢，我们最想进入的就是这一些与世无争的地方啊。当地的居民呢，挖泥煤是他主要的收入，因为过去这个地方啊，地底下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地下泥煤，要开凿这些泥煤呢，就挖出了这一些狭窄的沟渠，最后呢，这些沟渠呢，就为了是让船只能够顺利通行，所以当地政府、居民
就重新规划，将河道拓宽到船只能够通行的宽度啊。那这个羊角村呢，就成为大小运河包围的村落，以船只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在每一户的河道内的小屋呢，开始慢慢的被精心维护哦，种鲜花、绿地啊，传统老屋啊，所以现在它已经不是挖泥美的地方了哦，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富贵的地方了。那你知道讲了这么多，那为什么它叫羊角村？跟前面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羊角村的原因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在挖泥炭的时候，开发经济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以前这里曾经因为洪水淹没了这个地区，所以有山羊被埋进土里，所以到最后他们在挖掘泥炭的时候，挖掘一堆的羊角遗骸，所以就以这一个事件呢来命名它，叫做羊角村。What happened? It entered water. No, rain. 啊 ，because of the rain， 这里下雨，所以他们在那个水里面这样子要这样子倒出来。沃伦丹，从沃伦丹我们想。我们必须坐船到马肯。我们现在在沃伦丹。Volendam， 这里是哪里啊？这里就是北海渔村啊，很北边，在荷兰的很北边，也叫做北海小渔村沃伦丹。这个地方啊，其实气候是很多变的啊，而且呢，你也会发现到荷兰很多的地名都用 DAM 作为一个结尾啊。那个 DAM 呢，念的就是 dam 啊，像 Amsterdam，然后鹿特丹，沃伦丹、特丹等等啊，丹啊，全部都是丹啊。因为荷兰为什么会很多都加了一个水坝？作为它地名的结尾呢，因为荷兰 Netherlands 它就是指的低洼之地嘛。那荷兰每一年呢都在处理水的问题，所以它要一直抽水啊，才能够呢把沼泽之地的水排出去，所以他们就也有很多的水坝盖在这个国家里面。荷兰有40%的陆地低于海平面，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所以以前就有很多的人因为淹水了被淹死了啊。也很多的动物呢，就这样子sayonara，影响到相当多的人的收入跟他的生活，所以这个国家的治水就变得超级无敌重要啊！所以来到了北海小渔村沃伦丹，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城市跟海有多近了。还有呢，它比海平面还要低耶啊！那这么低，怎么海不会淹进来呢？就很神奇了。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它比海平面要低，也就代表的。荷兰人他在填海造陆，他在跟海争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地方，你知道吗？毕卡索跟雷诺瓦都曾经很爱这一个渔村哦，不管是不是真的，或者是行销的名词也好，但真的蛮漂亮的。
现在到马肯喽，马肯。我们从北海小渔村坐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马肯。那马肯呢，是在沃伦丹北海小渔村旁边的另外一个传统的小渔村，一水之隔啊。房舍、服饰、宗教，却完全的跟沃伦登完全不一样啊。马肯它本来就是一个小岛，它在1957年建了一个长体，连接了荷兰主要的陆块。所以呢，你从阿姆斯特丹它的首都也可以到达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这一趟是搭船啊，因为沃伦丹跟马肯之间有渡轮可以相互连接啊。而马肯这个地方非常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因为它没有那么快速的向现代化看齐，它保持着鸡犬相闻的那一种淳朴的风情。因为马肯保有这种传统的风貌，所以吸引了非常多欧美人士喜欢享受什么隐居的那种清闲的人啊，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小镇算是相当的宁静。你看这一片呢，黑绿色、墨绿色的高脚木屋啊，但是那个窗户啊，非常的透啊，生怕你看不到他家里面的摆设，他一定要把窗户啊弄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明亮啊。因为这里的阳光不多，再加上呢，在荷兰当地的居民，他们喜欢呢窗户是很明亮的，然后能够看到我们家里面。我会把我们家呢摆放得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个小村庄呢就显得很可爱啊，也显得拥有它自己独特的特色啊。我非常喜欢这一种小镇，原因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种小镇呢，它带有强烈的自己的主义啊，自己的风格存在啊。不然你想想看啊，有很多我们去过世界各国的国家，有些建筑，有些市集，甚至开的餐厅，大家卖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想想看，多年前我们曾经看到锁链桥，就在桥上面呢挂着一个锁，这个锁就代表了爱情的象征啊。结果多年后，它蔓延全世界啊。几乎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锁链桥啊，也就是同样一种产物，大家互相的一直 copy 啊，那这个地方它就失去它本来的特色。所以我觉得最有自己风格的小镇呢，就是呢它强烈保有它这个小镇的风格，不被世俗眼光或者是商业所改变它，而不被商业改变，不接受这个市场的流行文化趋势所向它低头，创造出自己个人的风格。这样子的小镇呢，我更要大大的赞扬它啊。那其实你说不向商业低头，反而能够创造出另外一片的商业哦。就像我也是一样啊，说说我自己啊，就像我的旅游理念呢，也常常不愿意向大众低头。我觉得旅游非常重要的是心态，还有旅游观念的传递啊。有时候吃再好，你知道吗？玩的再好，你的同伴不对啊，玩起来就不舒服啊。那你同伴的心境不对呢，还有你同伴的心态不对呢，玩起来呢也就感觉怪怪的。所以我说，玩的心态啊，旅游的心态，人生的心态很重要。如果呢能够遇到跟你相同心态的人，要好好珍惜啊。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我好吗？来吧，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重头戏——和恩。来和恩，这里要看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小火车可以搭哦，而且这个小火车还是蒸汽火车。很多人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部分呢看看它的市区，然后呢看看郁金香就离开了。就是它还有很多地方很好逛，像和恩就有蒸汽火车博物馆。蒸汽火车博物馆里面呢，都是19世纪的荷兰古老火车，将它重新整修粉刷。现在我们就搭其中一台整修过的美国楼的火车呢，保有蒸汽式的动力啊，
车厢内部呢也依旧是木质的长板座椅啊。这种长板座椅坐起来硬硬的，但是呢别有一番风味啊。除了可以感受一下以前的人呢坐着火车有多辛苦之外呢，更能够呢感受一下复古之旅啊。Thank you。从一个车站呢，小小的博物馆，可以看到之前用车厢。A record label man came knocking one day with a paper in his hand, and he said,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There's no reason not to.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just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This is now or never." 我相信蒸汽火车对很多年长的人呢，都是一个回忆啊。古老的蒸汽火车都有很浓厚的这种怀旧气息，而且可能小时候还有听过那种汽笛声，对不对？那种感觉都有很复古的感觉。欧洲发明的蒸汽机改变了全世界，电话也改变了全世界， iPhone 好像也改变了世界啊。所以你看，蒸汽机的发明呢，让人类进入了工业的革命了。所以像蒸汽火车头啦、蒸汽船啊等等啊，现在在欧洲都是被保存的文物啊。包括像日本也有很多的地方，现在慢慢的呢，也都开始了这种复古之旅，在很多旧有的铁道上面开始行驶的以前古老的蒸汽火车。Just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I went down to Nashville, a guitar in the back. I was gonna make it big, make money by the sack. Coming out of Tulsa, a waitress in a bank, a record label man came knocking one day. 漂亮哦！哇海。面绿油油的，很漂亮。对啊，你看那个天空。哇，骑脚踏车，嗨！大家在讲个啥？那个哪一套？这查某个他的会一个。哎，我刚才底下那个盒子里面看到一只那个什么鳖哦，这么大一只哦，河流的好大，好好笑。还有几只羊，两只羊。这是标准的旧瓶新酒啊。古老的火车就像旧的瓶子一样啊，车子上坐的人呢，就像新的酒一样啊，就沿路看着不一样荷兰的风景。 It is understood. Let's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Just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guitar in the back. I was gonna make it big, make money by the sack. Coming out of Tulsa, a waitress in a bank, a record label man came knocking one day with a paper in his hand, and he said,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There's no reason not to.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just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This is now or never. I hope it's understood. So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看到我们车了，这边。And I said,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There's no reason not to. I really think I should just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This is now or never. It is." 蒸汽火车，我这样去。我们是真的。哦，这个是车头，掐头。我一直很喜欢像这一种氛围的环境啊，尤其是高纬度的国家啊。那纬度高，当然气候就比较凉爽哦，坐起来呢就不会特别热。不然你想想看，如果这个蒸汽火车啊，你在这种38、40度的很热的地方去坐哦，那上面在冒的蒸汽，你坐在后面呢，还要烧着根煤炭，哇，那汗都被蒸干了，对不对？在荷兰现在有10多处的蒸汽火车博物馆，而且很多都不是静态的哦，只是把一个车头丢在那边哦，或是每一个博物馆都盖一样哦，不是，他们常常呢是行动博物馆，然后从这边开到那边哦，去整合啊，把他们古老的那一面、传承的那一面呢，让所有人都知道蒸汽机的发展过程。 There's no reason not to.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just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This is now or never. I hope it's understood. So get while the getting is good. When we were done cutting the record, the first single was a go. And before I knew what was going on, it was on the radio.我们在阿姆斯特丹上面游船，我一直觉得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很厉害啊，因为它的运河呢贯穿了整个阿姆斯特丹呢4条主要的运河，那这些运河呢加起来呢有100公里长，而且呢也可以由这些运河呢去看到荷兰发展的黄金时代。更大的重点是什么？这一些运河啊，沿路就把整个城市看完了，很棒。所以在荷兰从4月到9月呢，只要呢是天气好的时候，你知道荷兰人就很喜欢呢招待这个亲朋好友，就在阿姆斯特丹游船啊。那游船呢就变成了荷兰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游这个船还不得了啊，这船还不是只是大家一起坐啊，包船呢这阿姆斯特丹有很多的包船啊，虽然贵很多哦，但是呢，就让他们享受这种感觉。
那种独家的感觉，所以很多的客制化包船、包游艇的行程呢，就会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在它的旺季的时候，看到很多独立的小船在上面跑。那它4条主要的运河呢，绅士运河、王子运河、皇帝运河，还有辛格运河，这些都是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喽。那个时候就是荷兰的黄金时代就开始开挖了哦。那绕着这个城市的同心带啊，也就是运河带开始啊，主要的运河就开始建构了起来。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所以基本上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呢，都会来看看，或是来搭乘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游船。那为什么运河那么多？很简单，又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低洼之地嘛。那低洼之地呢，它就必须开凿运河，把水排出。那为什么是做成同心圆弧形的这样子的运河路线呢？是因为沼泽嘛，它就把它框起来，把里面的水呢抽出来，排到外面去，而这些沼泽被排出去的排水系统就靠这些运河，然后再把排出去的地方呢，把它填平中间的空地，就慢慢形成了阿姆斯特丹现在的样子了。这也是它在16到17世纪的城市扩张的长期计划。天哪，16、17世纪就有城市规划了哎。船在巴古，大家等我们过去。巴古的那个气味。哦，要走另外一条运河。再走这边啊。你可以跟他打招呼一下。他不理你啊。哇，小朋友。你看，都对小朋友对。他们就在那种属于私人。